欢迎大家来到 Forecast Happyology 易经艺术塔罗，我是苏苏丽。最近大家都好吗？今天的占卜会轻松一点，要来看大家11月份的运势，并且看一下哪一方面会比较好。那么我也用了瑜伽卡，希望大家在晚秋即将进入冬日的时候，要开始注重身体的健康与保养。那么我今天呢，又特别挑了一个新的龙的神谕卡。当初买的时候只是觉得非常的新奇，不过我拆开来使用的时候，我真心被这些卡片给笑晕了。这些卡片我一张张看的时候呢，它超级闹的，仿佛进入到日剧，就是仲间由纪惠还有阿部宽他们一起演的圈套的一个神奇世界。等一下大家看的时候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了。有看过这部片的人一定会会心一笑，所以我边抽边笑。今天的占卜呢，就请大家比较轻松的看待了。那么同时间呢，今天我特别挑选了同一种水晶，金色太阳石，训练一下大家的直觉力。如果有些人有选择困难的话，今天就是要增加大家的难度。那么没有办法抉择的人呢，也可以看一下我挑选的塔罗牌的牌背来选择。金色的太阳石很受大家的喜爱，听说可以守护健康，可以让心情开心之类的。不过呢，我之所以会搜集半宝石，纯粹是因为半宝石很漂亮，而且也不贵。那么功效呢，就因人而异，看你相不相信。那么呢，就像是前几个测验一样，请大家静下心来，我会放一段冥想的音乐帮助大家选择。有4个选项，从左到右是1、2、3、4。那么呢，给大家一个提示，我是先摆放上面的太阳石，再来抽牌的，所以宝石的大小和牌的结果是没有关系的。差点忘记给大家近看一下这些宝石。这是第一组的金色太阳石，它是水滴状的。这是第二组的金色太阳石。这是第三组的金色太阳石。这是第4组的菱形的金色太阳石。那么从左到右是1、2、3、4，请大家静下心来，慢慢的做选择。大家都选好了吗？那么请直接从资讯栏跳到自己所选的组别。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解说吧。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11月份的运势。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易经牌卡，你所抽到的是泽山咸。那么2张提点牌卡所抽到的是行动。再来是与欢乐做朋友。那么你所抽到的月相牌卡，第一张是美丽，再来是极限，再来你的塔罗牌卡所抽到的是圣杯6、月亮牌、宝剑国王、宝剑10，再来是钱币7以及宝剑8。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呢，你在11月份的运势呢，在不同的方面有2极化的发展。那么我们先说你最好的部分，就是感情运。那么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呢，最近可能金星到你的上升或是太阳星座，你最近呢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外貌非常的美丽，待人接物呢也温和有礼，进退有据。如果你本来就有对象的，你们会相处得非常的好。
但是如果你没有对象的话呢，你目前11月份的时候是比较容易找到你的可以惺惺相惜的另外一半的一个时期。因为择山贤这张牌呢，就是湖光山色，少男少女谈恋爱，而且呢，这边的少男少女呢，不只是普通的少男少女，而是美少女跟美少男。所以无论你是男生或是女生，最近你都把你自己的外貌打理得非常的不错。加上呢，你有这个与欢乐做朋友，你抽到了一张孔雀的牌卡，这张牌卡，你有这个美丽。那么有一句话大家应该都听过，就是花若盛开，蝴蝶自来。那么你看呢，你目前的状态就是孔雀开屏，还有你这个花已经盛开了，吸引了很多蝴蝶在你身边驻足。选到这副牌的朋友呢，很可能在外貌上面下了蛮多的功夫，甚至减肥有成，一切的感觉都是在感情方面是最好的。那么呢，如果你想要追求另外一半，你想要追求感情的话，目前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期，因为你有一个采取行动的一张牌，因此呢，你主动去追求的成功率是很高的。所以选到这副牌组的朋友呢，在爱情方面你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再加上你又抽到炽热的月亮，那么这个月亮呢，它不是指一个周期哦，因为这个炽热的月亮，它是木星最大的月亮，然后它的温度很高，它的名字叫做 Hot Moon。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张牌呢，好像这个月亮在燃烧一般，然后这个人赤裸了他的背。所以呢，在感情上面呢，你和另外一半的相处不但是两个人非常的有默契，你所追求的人可能也真的很喜欢你，然后两个人呢，在心灵上以及在其他方面都很契合。所以呢，感情的张力呢，会在11月份达到了一个高峰，一个极致的高峰，所以很有可能因为情绪到了某个临界点，很有可能很多人会跟你表白，或者是你也会去告诉你喜欢心意的人你自己的心意，尤其是这边有一个采取行动。选到这组牌的人呢，可能有不止一个选择的对象，因为这边的孔雀呢，你可以看出来不止一只，其他两只延伸出去没有在画面当中，但是它是不止一只孔雀的。另外一个呢，这边的蝴蝶也很多只，花也有2-3朵，因此呢，在你的环境当中，很有可能是呢，例如说你在念大学的时候呢，有一个班队产生了，另外一个第二队、第三队很容易就出来，或者是办公室的恋情，第一队出现之后，又出现了第二队、第三队，有这个状态，甚至会怎么样？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11月份的时候会去联谊，因为这边有一个共同行动的感觉，就像是公司呢和不同部门的异性联谊，然后你找到了你心仪的对象，或者是你为了追求心仪的对象呢，请你的朋友帮你组成一个团体约会的一个形式，这都显示在这个牌上面。那么从大家的塔罗牌来看呢，有一件事情要先提醒大家，以免我等一下忘了说，就是大家要注意背部的健康。就是11月份的时候，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呢，很容易腰酸背痛，尤其是背，因为有时候背痛跟心脏也有点关系，然后太阳石它是有一点关联哦。但主要是择山贤这张牌，它本身就蕴含了一个背部的一个问题哦，还有脊柱的问题，再加上我不是单看一张牌，再加上这个，它虽然呢，它是讲一个很极限的状况，但是它的图的意象，它摸着它的背，所以这两张牌一起出现的话，就表示你选到第一组的朋友，真的就是如果你有腰酸背痛的一个情形呢，检查一下，或者是找个时间请按摩师按一下。但是如果是剧痛的话，一定要先看医生。如果你去随便找按摩的话，可能会越搞越糟。这两张牌一起出现是这组牌里面最大的一个提醒跟特色哦。爱情虽然会让你觉得很开心，不过我这边要提醒大家这件事情哦。再来呢，你的塔罗牌卡也有出现的这件事情，就是宝剑十。
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最近要小心运动伤害、背部的伤害，打篮球的时候不要拉伤，那种感觉有点像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可能有做一些什么运动，然后太想要挑战自己的极限，所以11月份呢，爱情很开心，但是在运动伤害方面要非常的注意，或者是太注重你的工作了，在办公室前面坐太久，或者是你做其他需要靠背部来提重物的那些工作，你都要做好防护准备措施。因为你不止2张牌，现在我又看到了宝剑十哦，宝剑十也有这个感觉，所以这3张牌都指了同一个健康问题哦，所以要小心一点。11月份的重点就是让你最开心的，就是你在爱情方面会找到很大的快乐，很大的欢乐。这个对象也有很可能是你不小心巧遇了你之前的老同学，他是你在旧时的玩伴，因为圣杯6它展现了这件事情，或者是它是一个比较像前世的关系，你看到对方的时候，你们2个可以聊很多以前的连续剧，你们可以聊以前的歌曲，它有一种似曾相识，或者是你们的文化背景很像，所以你们讲的东西都是过往让你觉得最开心的事情。所以这边呢，就说以欢乐为友，而他欢乐的来源很有可能就是有一种旧时的一种怀旧的气氛，它透露出了在你的生活当中，而出现的这个人他就带有这样子的特质，或者是你和你原本的另外一半在11月份的时候看老电影嘛，看一些老的东西、老歌曲啦，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要注重自己的心灵上、精神上的健康，以及生理上的健康都要非常注意，因为你出现了月亮牌。月亮牌毕竟是一个情绪起伏比较大的一张牌，然后呢，你的牌卡当中呢，这边有月亮，这边也有月亮，这边又是一个很热的月亮，以及这一边有月亮，你有4个月亮，这个很罕见，表示你最近的情绪呢，你可能比如说月亮如果在巨蟹座啦，或者是一些双鱼座什么的，你可能会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果然在12月底的时候有巨蟹座的满月，然后在11月份的时候新月在天蝎座哦，果然是它有一点点这个关系哦。再加上海王星在双鱼座逆行的一个最后一个阶段哦，在11月份的时候它是逆行的尾声，它即将要转为顺行，所以选到这组牌组的朋友呢，在情绪上也要克制哦。你可能有点像坐云霄飞车，在感情方面非常的开心呢，可是在其他的部分，例如在事业上，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很难搞的一个上司，给你很多的工作，让你有点难捉摸他的个性跟想法，并且呢，他会让你觉得有点过度疲劳，所以你才会有腰酸背痛的情形产生，因为他交办给你太多，多于你可以负荷的一个工作量，所以你前毕期呢，整个11月份在上班或者在工作的时候呢，你都是兢兢业业的，把时间投注在你的事业上打拼。这个情形呢，就像是你的事业上，因为你有一个比较霸道的上司，或者是他很要求绩效，或者是你本身的业绩就有一点压得你喘不过气。这个宝剑国王他整个很意气风发的想要拔出他的剑，蓄势待发，但是因为如果这张牌是指你的话呢，也有可能少部分的朋友是那个宝剑国王，但是在这边的牌卡上面，因为你其他的牌卡都比较注重一个外表外貌的方面，就感情的方面，然后这2张牌呢，就是月亮牌以及宝剑十，它是在宝剑国王的2侧，所以它感觉上是比较像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物，它导致你的情绪以及工作过劳。比较少的情况是你自己本身是那个发号施令的人，比较多的情况是在11月份的时候，第一组的人接收到了过多的负荷跟任务跟责任，
因此到了最后11月份末的时候，我在想年底的时候应该是工作很忙，可能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可能是什么，例如说你是服务业的，例如说你是做餐饮业的，从各种的节庆或者是双11、周年庆，例如说你是柜姐的话，那么各种的促销活动，你就必须要从早上的11点站到晚上的11点。百货公司下班之后，你还要清点货物，所以你就可能一直站着或者是蹲着，非常非常的疲累，会让你有点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你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个情况的发生，它就是宝剑八，因为这个周年庆它就是会来，然后这就是最大的档期，或者是在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要加班，然后有很多的欢乐的节庆活动。那有一些餐厅的从业人员，就算你是老板，你可能因为人手不够，你也要下去亲自的端盘子。那么这些情况都你只能够承受，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会特别的忙碌，所以呢，在心情上也会受到一点影响。不过呢，这个11月份呢，还是会有机会在感情上面得到了很大的慰藉。那么如果在感情方面呢，没有什么着落的朋友呢，你就可以像我刚才讲的，在休息的时候和过往的时光谈恋爱，就是去看一些老照片啊，或者是和幼时的玩伴联络，这些都可以。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少数的人，选到第一组牌的人，大部分都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情况，但是只有大概5%不到5%的人，有可能你有一个新计划，你在担心他会不会成功，然后你心中有各种对他负面的一个思考，你把负面的表列得很长，并没有以一个积极正向的眼光去看待你所要列的一个事情。所以呢，这个宝剑光它别人的剑都拔出来了，但他还没有拔出来，他还没有去真正的实行。然后呢，他这边就告诉你说，现在11月份就是你开始行动的时候，请你把剑拔出来，不要拔一半。就是计划拟定完成了，开始从第一项去做，不要再想了，再想了再负面都没有用。因为呢，钱币7就是你要开始从头慢慢的耕耘很久，再到钱币8，然后最后才能够成为钱币9，才能够成为一个开始赚钱的一个事项。如果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形的人呢，你如果想要突破的话，把你的商品包装的漂亮一点，把你的计划包装的漂亮一点，因为它这边有美丽，还有跟欢乐做朋友，所以呢，你可能需要再更多的精打细磨这个东西的外貌，尤其这边是极限，你必须把你所想的这个计划推到一个极限，或者是把你的能耐推到一个极限，这个事情才比较容易成功。而且呢，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如果没有办法付诸实行的话，择山贤也是你可以找一个你相信的伙伴来一起去做这个动作。而这个动作有可能是3人行必有我师，它可能是一个 team， 2个人以上的，增加这件事情的成功几率。如果你11月份有一个东西要开始的话，那么以上就是11月份所有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再来看大家所抽到的龙的牌卡，这边是 King Liu， 它是 mission， 是使命的意思。夢中になれるものは何じゃ。お主には大切なお役目がある。你最大这个人生，你最大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这张牌就是告诉你说，你要重新检视一下你的使命，有可能是从你小时候的梦想开始回溯开始，来增加你在11月份，你如果呢有点要被工作量太多被击倒的那种感觉，就想着说没关系，我再多撑一下，因为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我想要做的计划，把这个使命呢重新再想一次，再继续进行呢，会让你觉得比较好一点。再来另外是就是不要忽略掉，因为感情是你11月份最快乐的事情，
所以呢，也不要忘记跟你的快乐跟欢乐做朋友，拨一点时间跟朋友或跟你的另外一半呢，去做一些让你们可以开心的事情，来增加你实践你的使命的一个耐受度，可以这么讲，让这个使命可以延长它的寿命。还有刚才为什么我会说看到这个会有点想笑，因为他讲的日文是一个有点像是上对下，然后用一种比较有点像半文言文，可以这么讲，就是他会说汝，他不讲你，他讲汝就之类的，所以我每次看到的时候就会有点想笑。然后再来呢，我刚才提过你的健康很需要照顾哦，所以他这边是 adaptability， 这是一个弹性哦，适应性。那我之前有讲过这张牌哦，这次又抽到这张牌，就是它这个不是鳄鱼式，它画错了。这个呢是抱腿屈膝式。那么这张牌卡呢，就是说你要有弹性。这个瑜伽动作呢，是让大家可以排除腹内的瘴气，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太紧张，你的胃肠吃了很多东西没有办法消化，它会有空气在肚子里面。那这个瑜伽的姿势呢，就是提醒你呢，要把肠胃里面的这个多余的空气给排出来，促进你的肠胃的蠕动。另外一个，它也会增加背部的一个弹性跟适应性哦，因为你是平躺在一个地上，然后做着腿部的运动，可能在卖东西或者是在做着你的工作的时候，如果觉得负重太深，就赶快找时间去喝口水或上个厕所。一定要有点弹性的来面对你的工作，那么这样你11月份才会过得更健康。那么以上就是第一组人的讲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11月份的运势。那么有哪部分的运势呢，会让你觉得最窝心呢？我们也会从牌卡上来看一下。那么首先你的易经牌卡所抽到的是火雷四科，你的4张提点卡所抽到的是，第一张是为你自己而决定，再来是要有耐心，再来月相卡所抽到的是释放以及和平。那么大家的塔罗牌卡所抽到的是第一张钱币骑士，再来是钱币6、圣杯8、太阳牌、圣杯国王以及权杖国王。选到第二组牌的朋友，11月份呢是一个你需要厘清在你生活当中你的自我这件事情，就是你的主体性有没有呈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例如说呢，你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呢，你会不会想说我得先问问什么人，上司或者是什么，就是选到这组牌的人有很强烈的在你的血液当中有一点是依赖别人这件事情。但是呢，由于你抽到了4颗牌，4颗牌是一个你必须要主动去铲除在事件当中的障碍物，或者是你必须要铲除挡在你某个梦想路上，或者是你要行进去的方向当中的石头阻碍。就像是嘴巴呢，在咀嚼东西的时候，你是要消灭食物，你是要把食物磨得很细，让它不会卡在口中。那么同时间呢，在4颗牌也有一个惩奸除恶的能量在里面。选到这副牌组的朋友呢，过往有一些比较惨痛的经验，它藏在心里面，以至于呢，选择到这组的朋友很难自我决定一些事情。大家或许会觉得有一点抽象，不过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你在11月份的时候呢，比较没有一个大事件发生。因为呢，第一个你抽到了钱币骑士，所以你还在慢慢的累积你的实力跟钱财之上。当然中间当中你也受到很多人的帮助，不过呢，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说了，你是一个稍微在个性上似乎比较被动的人，然后你也是一个比较喜欢寻求和平的人。由于你要有耐心，又有钱币骑士，所以11月份这整个的能量跟整个动态，它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似乎11月份是一个比较不会有戏剧性变化的一个时期。虽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偶尔会觉得有一点唏嘘，你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忧伤，就觉得不如归去，但感觉也只是想想而已。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你有圣杯八，你可能会有一点点可能因为很多节庆，或者是早上的感觉很热闹，会呈现一个对比。但这个对比，我不认为说是一个多么沉痛的什么心灵创伤，我觉得还好。它虽然这边有释放，但是我的感觉是，你在晚上的时候，这是一个稍微对比于白天的情绪波动，所以并不是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你抽到了太阳的牌卡，你最近的健康啊什么的都有一定程度之上，因此11月份呢，我才会讲出刚才很抽象的一个提点，就是目前选到这组牌的人个性上会比较被动、优柔寡断，因此在11月份，在这个波澜不惊的一个月份当中，你可能可以花一点点时间来训练自己，做一个稍微主动的人。又例如说呢，专案在进行的时候，自己先设想一下这个专案会进行到哪里，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那么你事先11月份就可以做个铺排。不一定是会遇到什么多奸恶的小人啊，多可怕的障碍，但是就是你在脑中预演的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个预先的安排。可能在你的目前工作当中，你想到了说，我们这个产品可能会需要一个网站，那么呢，你就开始先调查一下那个外包商网站公司的一些资料，大概是这样子。你可以预先做准备，因为这个月份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没有什么太多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但是要注意的是啊，如果选到这组的朋友年纪到了一个位阶，你很有可能，比如说你是部门主管，你可能会跟另外一个部门主管有点针锋相对，在工作上。又或者是说呢，如果你年纪比较轻，就是家中有长辈，有2个人，他们在意见上可能比较不合，那2个人都是可能很好的人，或者是在部门当中，你也知道这2个人只是因为立场不同，但他们其实都是蛮好的人。一个呢是比较偏感性，一个比较偏行动派，一个可能觉得做就对了，不用想这么多，另外一个就觉得说要以和为贵，要面面俱到之后呢，再做一个细心的铺排，我们再执行。所以你会遇到这样的状况。比较少的状况是选到这组人会在内心当中有这2股力量在拉扯，不过我觉得比较少。这组牌的能量是比较平和的比较少部分的人呢，会有一个可能知道了过去的某一些人，你不喜欢的人，他们对你做一些不那么好受的事情，可能觉得老天还给你公道，他们可能遭受到什么事情，所以呢，你就释放掉了之前呢有点不愉快，就会觉得说他们已经得到了一个公正的刑罚。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离你有点距离。因为这整副牌的能量呢，实在是太沉稳了，感觉事情没有很近，它离你有一段距离，或者是它隔着什么，隔着纱，一层纱在进行。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11月份可以说是可以安全度过的一个月份。如果要说哪一方面会让你觉得最开心、最暖心，第一个你可以多运动。这个月份是一个维持良好运动的一个时期，可以定期去做一个规律的运动，并且开始在生活上学着决定事情的时候更快速果断一点，因为基本上这个月的基调是非常的和平的。
或者是说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呢，慢慢的缓慢的计划你原本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到时间成熟的时候，你才能够做最好的决定。目前看来是这样子。那么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你的11月份的龙的启示卡呢，你抽到的是星云龙，它是 Seiwun Ryu， 就是它是高贵的尊贵的。然后它的日文是说呢，よく頑張れる本来の自分のパワーを思い出すのじゃ。他说呢，好好的努力，把自己原本藏在内心的力量呢，把它发挥出来。那么我这边就印证了我刚才讲的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就是选到这组的朋友可能要学习把内心的力量发挥出来，去做决定。就是因为呢，过往的时期呢，你比较是被动的一方，或者是循序渐进，在组织当中做着自己本分工作的一方，在家中安守自己家庭任务的一方。那么呢，这个牌组就是希望你能够有一点从骑士到国王的一个路途呢，你要慢慢的在这个月当中呢，去领会如何做主，不管是感性的决定，或者是比较冲动行动力的决定，都可以在这11月份的时候呢，好好的去感受做决定你会承受什么样的结果。因为呢，做决定这件事情呢，是需要你有由内而外的力量，然后去很快下一个决定，并且背负他决定之后的一个责任跟后果。这个过程并不是很轻松哦，这个过程是慢慢展开的。给自己一点时间呢，能够成为那个快速做决定的那个人，而且这个决定可以包含了情理法三者。可以这么讲，就是这个情就是圣杯国王，理就是道理，法呢是事科，它有点法律的意义在它的很深层的背后。那么选到第二组的朋友，我们再来看一下你要做什么样的运动，因为我们刚才讲过运动对你来讲蛮重要的哦。你抽到的是苍鹭，然后呢这边是反射。联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苍鹭这个在牌卡当中很少出现，但是呢，最近宫崎骏上了一部电影，它就是《苍鹭与少年》，然后你又有苍鹭跟这个太阳牌，然后太阳牌它有时候可以代表电影，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可以去，对耶，你可以去看这部电影，为什么呢？因为那部电影就是在讲说你人生到底要干嘛，这边有那个味道，就跟那个感觉说，你要为你的人生决定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决定？因为这个牌卡很罕见，它是苍鹭，就是那部电影的英文名字就是苍鹭跟少年。这是题外话，因为它跟这个太阳牌合起来是有这个感觉。再来呢，它这边是反射，你可以多运动你的脚步的范围，因为它是一个拉筋的动作，它训练你身体的柔软度，可以多注重一些脚步的保养。尤其是你有抽到了权杖国王，权杖国王是一个四处奔走非常忙碌的一个人，因此呢，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按摩你的脚啊，或者是适度的拉筋去松弛你脚背整条腿的一个弹性，让你步伐可以更轻盈。另外一个，因为你有出现了冥想的这个图案，在11月份的时候，冥想运动以及奔波之余能够拉拉筋都是很不错的。不过选择到第二组的朋友，从这整副牌卡来看呢，11月份是一个不用需要你担心的月份，钱财如涓涓细流，是不愁的。感情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工作呢比较像是你在隔岸观火斗，你比较像隔岸观火，你看着上位的人在做一些权力上的斗争，或者做一些就是意见上不合的时候的谁想要压过谁，也不是一个亲身的参与者这种感觉。所以呢，选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呢，我相信你可以很安稳轻松的度过11月。
平安就是福，我想大概是最好的注解了。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以上就是大家的解说。那么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11月份的运势，有哪一方面会让你觉得最满意呢？那么呢，我们就从易经牌卡来看起。首先你抽到的是火天大有，那么呢4张的提点牌卡所抽到的是评估当中以及平衡，再来是拥抱你的美丽以及保护你的疆界，再来你多了一张提点卡，建构你的优先顺序。那么呢，你的塔罗牌卡所抽到的是宝剑侍者、权杖6以及圣杯10，再来是太阳牌，再来是星星牌，最后一张则是皇后牌。那么选到第三组的朋友要恭喜你哦，因为呢你的整体的牌卡看起来呢11月份是一个让你在蛮多方面都比较满意的一个月份。首先呢，你之前所努力的东西会有很大的一个回报，火天大有就是尊贵，而且你收获非常盛大，非常多的意思，并且它在名誉当中，在钱财方面，甚至是爱情方面，都是一张比较正向的牌。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我从你的提点牌卡来看，第一个你有评估，再来是你有平衡。它让我想到就是投资方面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这组的朋友之前呢投资了什么东西呢，在11月份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斩获。你因为呢观察了某个标的很久，然后这个标的呢终于上升，它可能停滞了很久，后来终于一飞冲天的感觉。那 balance 呢，就是你把它可能卖掉，或者是获利出清，在收支平衡表、损益平衡表当中，它显露出了一颗金色的球，也就是你这个东西呢，它获益而且是正的。对照最近的经济情势来看，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呢是比较好的，是可能是优于平均的。所以呢，他说你要拥抱你自身的美丽。在这个时期当中呢，第三组的朋友呢，在方方面面都是很好的状态。但是他这边也提醒你，由于第三组的朋友有可能得奖进账，然后获取什么奖金，有什么很大的一笔钱进到你的口袋里面，所以你要保护好你自身的一个疆界。人一旦运气比较好的时候，很多趋炎附势的人会贴上来，然后他们也只是想要看看可不可以沾沾喜气，然后呢顺手借点钱啦或什么的。所以你一定要保护好你的疆界，因为最近呢你的运势是非常旺盛，而这个旺盛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因为火天大有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你非常旺的哦，所以这边有一只眼睛在看你，然后呢这边又说要保护你的疆界，所以选到第三组的朋友要记得这件事情哦。尤其感觉上是如果呢你可能得奖了，或者是我刚才说你投资什么收益了，可能之后的结果可能会让喜悦有点蒙蔽了你的眼睛，所以这边要采取一个中庸的态势。尤其呢火天大有也有一个中庸跟尊贵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要保持自己自主性跟尊贵性，不是所有人来找你的时候你都需要回应哦，不需要。这边也讲到，由于呢看来第三组的朋友呢会因为某一件事情呢会让你变得比较忙碌，可能呢有足够的钱，开始你可能要花在某一些地方，在家里要建设家里啊，或者是公司上呢升迁了，大家都看到了，所以工作更忙了。那么这边呢就是要提醒你说，优先顺序一定要列好，不能花太多时间在不相干的人事物上面，要保持好自己生活的节奏。那么从你的塔罗牌卡来看起呢，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呢，你因为某一个决策非常的大胆，非常的崭新，计划非常顺利。那这两张牌卡有点像是什么呢？选到这组牌卡，如果你比较年轻，很有可能你在写某一篇文章，发表某些事情，出版事项的或者是发表什么意见呢，成为了某一个小小的意见领袖，又或者是呢杂志啦，把你的东西发表了，或者是你在部落格上写的文章被收纳到怎么样的专辑里面去，又或者说你被提拔了，你获得了什么样的一个有关文字方面的一个奖项。因为这两张加起来就是一个你写的东西，你讲出来的话，在网络上发的各种影片或言论得到了大家的注目，你写的东西很好，甚至可以优秀到得奖。那么呢，你在家庭当中也是得到了很多爱跟关怀。这个圣杯十呢，就是如果你现在是未婚的状态呢，你在家庭里面你会得到很多的支持，尤其你又有权杖六，就是如果你在权杖六的状态的话，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状态，就是不管在外或在内，家庭、父母，如果你结婚了有小孩，都是一派和乐、和乐融融的一个景象哦。这个是身心灵都到达了一个非常满足的状态。有时候到圣杯十的话，状态会有一点太停滞了，但是因为你下一张牌居然又抽到了太阳牌，它是一个事业被人家看见，健康非常良好，声名广播的一张牌。尤其你又把这个太阳呢捧在手心上，像是你这个声名，你得到的这个荣誉带来很多的钱，甚至可以让你去帮助别人。我觉得选到这组牌的人呢，第一个你本来就很亮丽，你的个性当中有非常美丽跟吸引人的那一面，那一面非常非常的明显，而且你也愿意把自己的光，因为你已经和太阳融合在一起了，你愿意让自己的光去照亮别人，而不只是希望太阳的光只照在自己身上。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是一个具有美丽跟善心同样都在你身上的一个人哦。所以呢，选到第三组的人，11月份感觉上是满满的福报进到了生命当中。再来是星星牌，你的梦想的雏形已经初步的具备了。有时候星星牌搭配其他的牌可能没有这么显象，但是因为你星星牌又有了太阳牌以及了权杖六，你这边的梦想已经具体在实现了，你是一个非常满意的状态。你看着水，你并没有在倒那些水，而是你看着自己的倒影。这几张牌看着自己进步到哪一个地方，然后这感觉上是你数着还有什么样的事情要完成，你数着哪些梦想进展到了哪里。再来呢，最后一张牌你抽到了皇后牌，这张牌又是一种尊贵美丽的象征，所以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你11月份的时候是多彩多姿的。另外呢，怀孕也是一个很好的备孕期，因为这边有小孩，然后这边有怀孕的一个象征在里面。所以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呢，如果你的星座是在天秤座的话，又会特别的得力，因为呢，所有的牌卡这个平衡加上这个金星呢，在11月份的时候呢，是在天秤座。抽到这副牌的人呢，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如果你是天秤座的朋友呢，那又会再更好，因为是非常非常显性的哦。再来呢，总体而言呢，你11月份的上半段呢，是一个事情的完结的一个状态，而且是以完美收场。但是呢，在下半月份的时候呢，会有更多的是在例如跟别人有社交的状态，参加一些聚会，是一个重新在以一个上半月的基础，以一个获得注目得奖的基础之下，再进阶到你其他的梦想再去发展的一个转折的月份。因为你前三张牌呢是小牌，
后3张牌呢，全部都是最重要的大牌，而且是好到不能再好的大牌。美丽、婉约、充满梦想，身体健康又非常的耀眼。除了一个要小心，就是这边有一个不是说要保护你的章戒，因为你太耀眼，再加上呢这3张牌卡都是非常美丽的，由于你太受到注目了，你一定要保护好你的隐私。另外呢，如果你没有结婚，而这个时期有很多人追求你的话，一定要睁大眼睛看好。有时候呢，过多的名声跟好运气会让你稍微的忘记要谨慎这件事情，所以他这边提醒你要评估哦，评估，因为有些事情是需要你花时间去慢慢酝酿它最后的结果。再加上呢，你要建立你的这个优先顺序。那么重点来了，我要说，很多人会把你视成为一个奖项，你自己得到了奖项，得到了拔擢，或者是得到了名声，这是你自己的部分。但是由于你的存在呢，达到了一个新的位阶，被别人所看见。你要知道太阳、星星跟皇后，这是一个多么让人羡慕的一个人。所以大家的眼光在你的身上，如果有人想要谈感情，就会觉得跟你在一起是一种荣誉上的加持，是一个胸前的徽章。所以呢，这边有一头鹿，它被砍下来放在那个房子的上面作为一个装饰。不过鹿是很无辜的，这个装饰看起来很残忍，而且呢旁边还感觉上还围了一圈桂冠，对不对？这我刚才铺陈了这么久，就是要说这件事情。选到这副牌的朋友，由于你的亮眼，让你在事业当中会变成了比较的目标，在金钱当中呢，会让人家有点心怀不轨的想要觊觎你的钱财，尤其你赚的钱是有可能被人家知道的哦。如果11月份你赚了一笔大钱的话，一定要呢稍微低调一点，不要变成别人的目标。再来一个最重要的是，你的感情上，因为你太漂亮了，然后你刚好才华、美貌、能力全部在11月份可能大爆发，所以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跟谁接触，谁允许可以靠近你，这你一定要小心的看清楚。纵然你可能最近有点看不清楚，有点飘飘然，因为云在你的这个脸上飘着，有点热的飘飘然，千万不要乐极生悲，变成别人墙上的一个徽章。有些人会去追最耀眼的人，最漂亮的人，然后呢是用来炫耀，不是用来爱你，这一定要分清楚。所以选到第3组的朋友，只有这一点呢，一定要非常小心，就是你得到了奖项，但不要在之后变成别人装饰的奖杯这样子。再来我们看一下你的这个神龙启示卡，它抽到什么？我希望我念的时候不要笑场。这张牌是 II 就是相亲相爱的龙。他说 Love and Happy 愛と幸せ就是愛和幸福。这边解释更会让我笑场，我注意一下。他说呼吸を合わせるのじゃ相手を信頼してみよう。我每次练完这个都觉得这是什么鬼灭之刃还是什么，就是他说同步韵律的呼吸，你要相信对方。他的意思就是你们两个在同一阵线上，所以要相信对方。再来你的瑜伽卡抽到的是彩虹，这是律动。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财运上非常好，然后爱情上非常的好，事业上也很好。但是因为你的龙抽到的是爱跟快乐的龙，也就是相亲相爱的龙，2只龙在天上并肩的飞。第3组的朋友有可能呢只羡鸳鸯不羡仙，有可能你跟你的伴侣呢会去某一个地方一起去旅游，很让别人羡慕。再来呢律动，因为你的律动也是2个人，你有没有看到？这是男生，他不是一个近射的哦，这是一个男生，这是一个女生。
所以这是一个律动非常平衡的一张牌。所以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呢，你虽然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呢，你的爱情生活会更加的和谐跟完美，会非常的让别人羡慕。不要让别人去窥探你跟你伴侣之间的一些隐私哦。虽然晒恩爱是也蛮不错的，可是呢，还是要过滤一下可以看到你晒恩爱的人哦，你要自己稍微过滤一下。再来呢，这个是彩虹式呢，或者是我们说桥式，它是一个非常注重你的柔软性的一张牌。这组牌的朋友，因为你已经非常优雅，我相信选到这组牌的人体态是很不错的哦。要增加你的优雅，就是你要多训练你的柔软度，腰的柔软度以及全身脊柱的一个柔软度，它会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呢更加的平衡跟更加的好看，可以练腿部的线条以及练全身的柔软度。另外它更加注重的是一个身体肌肉的一个和谐性，就是它是一个律动。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呢，可以用舞蹈啊、瑜伽啦这些比较让筋骨可以柔软的运动来增加自己的美丽。不过呢，从你所有的牌看起来都是爱都满溢出来，可能放闪放到别人都快瞎了，所以要克制一下自己。你这边还有双彩虹，双彩虹是非常幸福的一张牌，而你又抽到了幸福、爱和幸福。所以有家庭的人呢会非常幸福，没有家庭的人呢也会和另外一半如胶似漆哦，闪到不能再闪的一组牌，所以我要赶快就此打住。以上就是大家11月份的运势，然后不要告诉别组，因为别组有的真的很平淡，低调但是幸福。以上就是今天的讲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4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11月份的运势，哪一方面会让你最满意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你的易经牌卡所抽到的是乾为天，那么呢提点牌卡所抽到的是相信你的智慧，抓住这个机会。再来你的月相卡所抽到的是花月，它是盛开。再来是实现或是领悟的意思。再来你有多抽到一张，这是创意创造。再来你的塔罗牌卡所抽到的是权杖4、权杖6、权杖1、太阳牌、星星牌，最后一张是死神牌。选到第4组牌的朋友呢，虽然乍看呢，你的乾为天呢是一个运势非常非常强的一张牌哦，你可能现在正在日正当中的时候哦，但是呢，这个牌一翻开来，我发现了一个很夸张的巧合哦，它和前3组的如果你好奇的话可以看啊，但是因为呢，你们的牌像到一个我觉得很诡异的境界，你们下面的塔罗牌有3张牌一模一样，而且连位置都一样，所以有可能有些人是从前面这样子看过来，而且呢，他也抽到一张日正当中的牌，是另外易经另外一张牌卡。你抽到这乾为天，它是全部都是阳爻，然后呢，你的太阳的能量非常非常的旺盛。第一个，这边好像是有一点阳光要照进来，原本的黑夜这边有太阳，然后这边乾为天这边太阳，这边本身就是太阳牌，但是呢，这个太阳牌呢，它画了一只鹰的眼睛在里面，而这个呢，和这只猫头鹰非常的像哦，所以你的牌卡呢是错综复杂。里面呢，尤其乾为天全部都是阳爻，它是一个非常阳刚的能量，再加上你其他的牌卡出现了很多太阳，那么呢，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在11月份的时候，即将呢深秋要进入冬季转换的这个时期呢，你整个人的能量有点太刚硬，而且用太多了，有这个感觉。
所以呢，你可能正在酝酿一个计划，然后呢，你想要快速的达到结果，快速的能够看到成果，而且你想要抓住机会。不过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要审时度势，就是你的冲劲满满，花尽了所有你的资源跟能量去创造一个东西，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带到这个世界上，被大家所看到。希望你自己呢，对自己的期许可以成为一个明星，绽放在大家的面前。甚至呢，你就像是这个练习小提琴的人一样，你可能呢花了8个钟头以上，一直练琴，练到什么手指都长茧啊，脖子都就是磨破了，有这种感觉。但他这边告诉你要善用你的智慧，在夜晚的时候静下来看一看，想一想自己最近的创作，最近的练习，最近所做的事情哦。然后呢，你才可以真正的抓住那一个机会。例如说，牡羊座的特性是不断的能力满满往前冲，凭自己的冲劲力想要披荆斩棘，斩出一个东西。但是这副牌呢，就是有一点点那样子的感觉。可是有时候呢，我们要往前进，想要拿到这个成功，可以呢多用一些智慧，在所有的技巧、所有的机会当中去抓住那一个最有可能的机会，去实践你所想要的理想跟梦想。那么呢，在11月份的时候呢，你应该会有一个契机让你去领悟说，创造艺术方面的投入。我觉得这个跟之前那个10年大运的有一组也有点像可能看我的观众呢，有一部分的人呢，就是在创业，或是在想要在事业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呢，也是要想想看，休息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另外一个，如何聪明的创业，如何借力使力，如何4两拨千斤，就是你们11月要领悟的功课。就是抓住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哦，你看这边是很暗的哦，你可能连走进去都要有一点点勇敢，都需要你的大胆跟勇敢。而这个乾为天这边也是，它是在黑暗当中的一股新的能量，这边也是从黑暗进入光明。所以有一些朋友呢，为了想要脱离这个黑暗呢，这是卯足了劲，卯足了心思，孜孜不倦，又甚至是你想要得到那个荣誉，然后不断的逼自己练习考题，对着不同的题目一直写一直写，或者是为了想透彻的了解某一些学科，你不断的用自己的脑力，然后去读很多很多的东西，希望可以取得突破，希望可以在科学的研究上取得突破等等。这个牌的感觉很强烈哦。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的塔罗牌卡，第一个是权杖4，然后再来到权杖6。选到这组牌的人呢，对于成功的渴望，对于希望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东西，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件事情，非常的在意，非常的执着。但是因为你有能力，你也确实可以达到，甚至是你已经有达到了一个你某个阶段当中的成功，所以你有权杖6。再来呢，这边的权杖4是一个动态的权杖4，它是个游行当中的权杖4，所以你这个东西还在进步，在实行的当中，还没有到达终点哦，可以感觉到是这样子。然后权杖1又开始了一个新的东西，新的冲劲，新的计划，所以这边火的能量强到不行。尤其呢，这边太阳牌呢是有可能狮子座，然后这边都是火象星座的，它是整个火的能量太强，再加上全部都是阳爻，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要小心，就是第一个，过度使用自己的能量；第二个，过度曝光在别人的面前；第三个，过度呢燃烧自己去达到你心中的理想。尤其呢，你接下来太阳呢
太阳看着你，而不是太阳照耀着你。这边很特别，就是他希望呢，这组牌的朋友在求取名誉、事业、健康上面都要花一点点心思哦，是需要用到你的智慧去处理你这些事情的。因为再下来你接到的牌很特殊的是星星牌，而这个星星牌它是把水壶的水倒进了水当中，你不断的把你的能量日跟夜都投注在你想要做完成的事情上，所以你最后一张牌接到了死神牌。而这个死神牌有点像是，它不是说你本身哦，它有的时候是你为了要达到你心中想要的事情，所以你用尽一切的资源。选到第四组牌人一定要注意，就是凡事呢都要循着某一个程度的中庸之道。就是第一个，你有可能透支你的体力，所以你会精疲力尽。第二个，你不但透支了自己的体力，甚至你用光了周围的资源，有点像是英雄电影或者是什么科幻电影，它吸取了周围当中所有的能量来壮大自己。有点像是如果你创业的话，可能你的想法非常棒，什么都很好，可是因为你需要资源，所以你将你周围所有人的资源全部都榨光了，来成就你自己本身。因为这副牌这样子的能量很强烈，你不但牺牲了你的健康，你也牺牲了别人的资源，来成就某一个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当然选到这组的人，你本身的实力，你本身所有的条件确实都是很优越的，确实都非常的好。但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体力、在金钱、在资源上都要留有一些后路。这是11月份我给第四组最大的一个提醒。你的动机、目标都在，能力也在，什么都在，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状态。可是呢，在易经当中呢，其实阴跟阳要互相配合的得宜，才能够生生不息。你如果呢，在某一段时间全部都是用阳刚的能量，没有一丝一毫一个妥协的一个能量在里面，不管是对自己妥协或对环境妥协都一样，这条路就会走不远走不久。因为你过度使用自己，也过度使用了周遭的资源，所以最后的死神牌就是在提醒你这件事情，就是纵然你非常有才华，耀眼夺目，但是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拿到第一名的时候呢，对第二三其他的人也要谦虚跟客气，就是不要变成萨诺斯。你已经是无敌的王者了，但是你不用变成萨诺斯，不用变成那个人人都惧怕的存在。就像是你知道你开口，别人就会把资源给你，就是投注金钱给你，或投资在你身上。可是当你拿走了所有的东西，别人会开始害怕你，或者是害怕说他们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要，有点可怕。虽然你所做的事情，你的理想，它都很有道理哦，但是11月份的时候，可能就会让你顿悟这件事情，因为你有一个顿悟跟理解的牌。所以如何聪明有效率的间接的使用有跟没有的资源，或者是有些资源你可以多查一下，它并不需要太多的金钱等等，这都可以让你省下很多的时间跟金钱。所以当你在创作的时候，当然创作是需要专心的，创业是需要专心的，可是可以拨一点点的时间去调查一下，就是有没有更聪明的方式可以达到你的理想。老鹰呢，它是一个很聪明，它会眼观四方，就像这个猫头鹰，它也是站在高处去看所有的动静，所以你可能要想象一下，站在高度的角度看哪里还有更多的
不需要去榨光别人的资源可以使用，是一个公用的也可以这么说的资源，去更聪明的去使用你的身边的东西。这边日跟夜就是不要逢高忌诡啦，就是逢高忌诡呢，对你的目前的身体不是很好，对你周遭的环境也不是很好，这边要谨记。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你抽到什么牌。第一个是平康六，它是 success， 就是成功。我念出来可能会笑场，大家原谅。お主にとって成功とは何ぞや。成功じゃ感謝の気持ちを忘れずにな。这是有点像是半文言文的日文，它是用一种以上对下的一个口吻，他讲他是龙来告诉你这段话。那么我觉得这张牌呢，虽然我讲着讲着就要笑出来，但它非常符合你目前的一个状况，非常。再来你抽到的是歌士，他说你要敞开心胸，打开心轮哦。这张牌呢，完全就是讲了所有的事情。第一个，你是那个太阳，你会成功没有错，可是呢，这边是一个日食的样子，就是你心目中的成功是什么？就是成功就是你拿到了第一名，然后创业成功，赚到了2000万、3000万、上亿，就是什么数字，你想要心目中的数字。他要问你说，你的成功是什么成功？你要先把你成功定义出来，就是你宁可拿健康去换那几千万还是几亿，还是说你希望你家庭都倾向于某一方，大家都是支持你的那个人，而你达到了成功，但家庭的人却跟你很疏离。他是说呢，成功，但是你不要忘记感谢的一个心情，感谢周遭的心情。哇，我觉得这张牌它完全解释我刚才想说的东西，就是这组牌的人呢，你成功的所有条件都有，真的有，真的有。可是呢，你要想想看，这个成功的背后你要付出什么，而大家没有义务要全部捧着你成功。就算你成功了，它是一个日食的状态 OK， 大家看到你的成功，但它的中心却空了一个大洞，就像是这个黑暗的洞，这边也是黑暗的，所以你的成功当中是带有一点隐忧的，要不然你不会最后抽到了这个死神，就是最后这个黑色的都印在你这个成功上面，所以你这个成功是用很大的代价换来的。那这个值不值得呢？11月份你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因为11月份你抽到了3张大牌，所以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月份，它不是一个有一组是平淡无奇的月份，但这个月份就是让你思考这件事情。然后歌士呢，他说要敞开心轮哦，尤其这个你有这么多太阳，其实太阳在紫微斗数上还是在其他方面都是跟心脏有关哦，所以选到这组的人呢，一定要切记照顾你的心脏，然后保持这个固定的运动。然后呢，这个歌士呢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做的，这组人可以练习看看歌士，它是一个敞开心胸接受外面能量的一个姿势，然后它可以训练你的后臀的这个肌肉，如果照着影片做的话，就是它可以训练你的臀部的肌肉跟扩胸，让你迎接新的能量，以及让你舒展你的身心。所以歌式是这样子的一个功用，大家可以试着练习看看，去做一个敞开心胸的动作，让自己不要一直缩在一个地方埋头苦干，或者是你是一个运动员，但是你一直用某一部分的肌肉，多多的练习不同的姿势，尤其是歌式呢，它是有初阶到进阶。初阶的呢是很简单，但是到进阶的时候，你要一手指向天空，然后手还要拉住脚，这样子训练你的平衡感。第4组牌的朋友呢，11月份的一个课题就是你在哪方面呢很棒，其实你在很多方面都很棒，但是呢如果你在投注在你的目标上，甚至你在目标上也可以看到一个进展，但是这个进展或这个目标值不值得你
或是为了让别人看到。就像是我想起来最近有一个网红，他是一个很红的就是 YouTuber， 他最近身体就出了一些问题。我觉得这边有点像是那种感觉，就是你做得很成功，你让大家都看到你了，可是他有一个很严重的健康的问题的话，那值不值得你继续再花这么多时间跟力量去做这件事情？这要值得思考。11月份的时候，第4组的人一定要不断的诘问自己，跟自己对话。这让我想到之前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他为了要定时规律的生产出他的大作，但是他的作品呢，一部不如一部，然后他消耗了他的体力，他最后写出来的东西就好像一个很不妙的大杂烩。然后我觉得他的读者呢，可能会越来越失望，就是他是成功的，他甚至是大家眼中都认识的一个作家，可是这个成功是成功吗？我不知道他这样不这样认为，可是作为他的读者来讲的话，会觉得很失望。就像这边的人会觉得很失望，所有资源都拿去栽培那个大作家，他没钱的时候就会设立一个奖项，颁一些钱给他，这样类似这种。但他滥用自己的身体，用掉了周围的资源，可是却没有把整个文坛带起来，所以最后是为了什么？不知道。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呢，就是要深刻的思考这个问题。那么以上呢，就是第4组的所有讲解。祝福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很棒的11月份。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